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体质好，食欲也好多。小饭馆里也可以。没事的，多注意喝水，是吧？爸，给你买饭了。哎，我爸人呢？老李，你在呀？哎，大夫，这床病人怎么不见了？我还要问你们，这场的病人去哪儿了呢？啊？不知道，我们打早饭去了。妈，这是我爸的衣服，那我爸肯定是跑了。不会吧？他病成那样，他怎么跑啊？病人是酒精性肝硬化晚期，目前已经进入了失代偿期。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，比如消化道出血、肝性脑病等等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呀。他目前的状况啊，只能住院戒酒治疗。你们怎么能让他跑掉了呢？可是他早上起来，从一早他就闹着要走，好半天才把他说服住。你看，要不然咱们还不是一个人去买饭呢，那个人看着他。爷爷，爷爷，哟，您出来干嘛？您赶紧回去治病啊！您怎么还能出院呢？哎，您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不住院了，那病房啊太闷得慌，没病都能闷出病来。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呀？什么闷出病来？您先别管我了，医生还找您呢，你赶紧回去先治病。您是不是担心钱的问题？您真不用担心，实在不行还有我跟老吴呢。真是好孩子，谢谢你和你爸爸。可这人的寿命啊，不是自己能掌握的，也不是他们大夫能掌握的。老天爷想让你活65，一天都不会多给你；老天爷要想让你活80啊，一天也不会少给你的。我跟你们爷儿俩真是有缘，可是再有缘，我也不能拿我这病麻烦你们。哎，什么麻烦不麻烦？我真憋不住了，我就跟您直说了吧，我是您亲孙子，吴征是您亲儿子，我奶奶叫吴淑英，这下您明白了吧？终于说了。记住，孩子，以后不要再去我那小饭馆了。也告诉你爸爸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不是，爷爷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爸您儿子吴征您忘了吗？那我奶奶您媳妇儿吴淑英您也忘了吗？你们怎么就差那回家了呢？这不是说好一块带着回去看病吗？哎，这都说改就改呢。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，更不要浪费机票钱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一大早给谁打电话？啊，没谁，就一个客户合同赶来赶去的，老师不满意。我挣他点钱还挺不容易的。好，走了。我下午4点半到上海。老吴啊，还没和好呢，什么时候能啊？我忙着呢。我很忙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到了以后就喂我一下，我马上下来，好吧？现在往回走，谢谢。喂，我说刚才在飞机上听机长的广播，怎么那么耳熟？原来真的是你。回来探亲啊？来看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朋友，听说他最近状态不是很好。最重要的朋友不是应该是你澳洲那未婚妻吗？我们分手了。哦，分手马上回来，这个真是拿得起放得下哈。有些东西还是放不下。哦，车来了，先走了。好，回见啊。好，我又发现这个同学有些名词字尾会搞不懂。我今天先帮大家介绍2个关于人的名词字尾。
一个是 IAN。这个字呢，其实它是要代表某一种具有同一特性的人，或者是同一族群的人。我来举一个字哦，当你在 vegetable 后面加上 IAN 的时候，我们会把 BLE 去掉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形成 vegetarian。这是根据发音的原则去加上去的，所以 vegetarian 是什么人呢？大家都知道 vegetable 是蔬菜嘛，对不对？那 vegetarian 蔬菜人，素食者，没错。你可以根据这样子的变化就知道他是素食者，或者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草食性动物。好，那个今儿你拉我回家吧，行吗？你家这么近，还要我载你啊？况且又不顺路。不是，老吴回来了，今天家里有大事发生，家庭大事，你得参与吧？你们家庭大事，我就不参与了。不是，你还没原谅老吴，他到底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？走，你跟我回去，我讨伐他。怎么了？明天见。你不拉我了？这俩人加一块儿都70多岁人了，还那么幼稚。要搁我儿子都1岁半了。折腾什么呢？这是？啊，我这不是想着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，反正也不用了。然后啊，咱把这店给租出去，就吃房租，咱也够日常开销了。吃瓦片儿啊，那能撑多久啊？哎，宝贝儿，你跟你爸学了这么长时间炒菜，没学会个一样两样的？妈，打住，半样不会我知道了。您也别说我，您跟我爸结婚20多年了，您也不是半样都没学会。大夫这么说了，反正他这病治也得治，不治也得治。咱们现在来，发动最高的智商，得到处筹钱去啊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妈，是得筹钱，我这不是到处借不到钱，我才想着说把店给租出去呢。哎，万一碰着一个冤大头，高价把咱们店面租出去，这问题不就解决？这门没关，我就进来看看。听说老爷子现在身体不太舒服，怎么样了？啊，那个，楼上呢，他现在不太方便见人。哎，你说你这眉毛、这鼻子、这眼睛、这嘴，哪儿长得跟我像呀？你真是我哥啊？老爷子不是去过医院吗？医生怎么说呀？那个，你给你爸爸倒杯水去啊。啊。告诉他我回来给他喂药。那个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们家是谁了？完了，不停地往我们家跑，哄着老爷子，哭着喊着让他喝白酒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知道他什么病吗？酒精性肝硬化。你什么目的呀？我没什么目的，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他是谁的。不管您信不信，我就想单纯去看看他。那个老爷子让我告诉你，他不希望你老来打扰，
以后你忙你的，就别来了，好吧？我就不留你了。哎，妈，人呢？等一会儿，啊？谁呀？谁呀？我哥呢？你哪儿来的哥呀？不是这……你爸说了，他根本不认。哥呢？嘘！哎呦，妈，你也别那么紧张，你想的太多了。人家没准不是坏人，人就看我爸现在病了，过来看看他，大不了认个亲嘛。认什么亲？有什么可认的？不老来吃饭吗？往那一坐，跟你爸脸对脸。那会儿怎么没认呢？你爸这一病，认亲了，多明显！他图什么？妈，就咱家这经济情况啊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人家能图咱们什么？哎，你看人家，外表看着也挺是那么回事儿，看不出来吧？人家藏得多深呐，那多厉害呀！你差远了，你个二白虎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你的，哼，明白吗？图什么？妈，我跟你说，这店，就这小破店儿，他也不会图，我也不要。你有病吧你呀！就算这店儿破烂，行了吧？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前后街在哪儿？黄金地段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能脑子清点儿？行，那我知道。你的房子，你的财产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知道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爸傻死人了你！哎呦，操死心了！小欧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天在 FaceTime 里看到你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就买了张机票回来看看你。给你寄的口罩带了吗？没有，你给的东西我都不会碰。学校的环境好像不是很好。我好久没有见到叔叔阿姨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是。下午好啊，小马老师，这位是我舅舅。朋友。你好，我是叶欣，是你们老师的好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算了，那个咱俩也是头一次见面。而且也不用着急套近乎。如果你要是知道我是谁，你就不想跟我做朋友了，对吧？回家去，写作业。Go home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今天给我留的英语作文题目是不是字你的？我就写我的机长老爸和我的小马老师，怎么样？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那个。今天晚上我让我爸给你做面条啊，你也一块来啊，舅舅，拜拜。拜拜。刚才那个孩子管你叫小妈老师，我听我妹妹说了，你跟那个机长在一起了，所以他就是他的孩子。这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。小欧，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都是因为我造成的。我真的特别后悔当初那么草率的就跟你分手，因为离开你后，我才发现谁都没你重要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现在这个状态怎么了？我觉得挺好的啊。小欧，你不用骗我，你也骗不了我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人。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、有理想的人。你现在在这样一所破学校里面，你的才华和志向会被这里所有的一切所埋没掉。而且你还和一个中年人谈恋爱，他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，你现在这个状态我看了特别难受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
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去弥补你。说完了吗？你的意思是我跟你分手，造成我现在自暴自弃？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，你真以为你自己这么重要啊？话说够了吧？这附近就有一间 coffee shop。好，那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。我是让你自己去，我以后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行，我们改天再约。以前身份没挑明的时候，他对我不错，见着我也很热情，还主动给夹菜啊什么的。现在身份一挑明了，他就冷若冰霜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哎呀，这事我也想不明白，我真是被这个太强大的冲击量给我冲懵了、蒙圈了。我现在，你说他知不知道这个身份？我觉得肯定不知道吧，要不然人家也不会就刻意来找你，是吧？要挑明早就挑明了呀。其实你要这么一想啊，之前有一些蛛丝马迹，就是咱没留神。你别蛛丝马迹，你现在又知道还蛛丝马迹，你这叫事后诸葛亮。不是，你想啊，你第一回带我去那个老街小馆吃饭，我就觉得哪儿相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一想，你说做那个茄子，老头子做那茄子放紫树叶，你说谁这么干？不就你妈当年这么干吗？哎，你说也是，一说这个还真是。你说天天去他那儿吃饭，墙上挂着那营业执照就挂在那儿，就愣没去看一眼，还跑内蒙古去找去。真应那句老话，凡事啊，鼻子底下才见真章。是，你说你这人生啊，太玄幻了呀！啊，叭一下蹦出来个儿子，叭一下蹦出来个爹，不是谁知道谁写的剧本啊都？你有父母，你体会不到。我从小自己没爹，终于有爹了，那感觉玄幻归玄幻，但还是挺高兴的。小时候老挨欺负，为什么？没爸吗？没爸给你撑腰吗？就想着说学习成绩好点，学习成绩好我就好好学习，好好学习就考第1名。第1名完了之后还一样啊，从没爸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学习成绩第1名的没爸的孩子。这些年真是，哎呀，年苦了你了。以前就不能看着别人父子俩勾肩搭背的走，一看见心里边就不舒服。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家，我那会儿对他长什么样啊，说话什么声音啊，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老幻想，就想说他在外面成家了，就想他在外面跟人结婚了，就想他在外面又有了个儿子了，就想他那个儿子生病了，就想他那儿子生的病挺严重，需要换个肾，我就想他就回来找我了，我就可以跟我爸见面了。哪怕我失去一个肾，反正脑子里边就无数个各种我们相见的场景就在脑子里转。这事儿你得往好了想，是吧？万一就是老爷子知道自己就是有病了，不想连累你嘛，你也有孩子养，是不是？你往好了想，你要往坏了想呢，就是老爷子怕你分他家产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倒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这个最难过的，其实最对不起的是我妈。哎，我妈呀，我小的时候老对那照片自己偷偷掉眼泪。我就想着说，我以后我好好学习，我就有出息，我就挣钱，就把我爸亏欠他那份情感，我全给我妈补上去。这哪成想我还没毕业呢，我妈就走了。哎，现在自己人惯了，挺自在的。咚，冒出个小孩，那行我慢慢适应，
慢慢适应着，咚，又冒出个这么来。没笑你啊，就是行，这不蹦出来个儿子吗？你有人陪了，是不是？边走边看呗。我哥去找你了，一猜就知道是你这个大嘴巴说的。你怎么还把我的新学校地址都告诉他了？他央求我半天，但是我肯定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那我也不能替你做主，说啊我永远不见他什么的吧。所以我就把你地址告诉他。你和我哥谈的怎么样？谈的结论就是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我跟他说，以后我过得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别浪费感情，更别浪费机票，挺贵的。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，但他不信，非得要试试。哎，这样小，你把老吴找过来，在我哥面前秀一把恩爱，就相当于插他一刀，他就死心了。我就算是想秀恩爱，我也得找得到人啊。从时间上推算，叶欣就是坐老吴这个班机回来的。结果呢，你哥都跑到学校去找我了，老吴不知去向。我觉得这事儿也不能怪老吴，他给你发那么多条微信，你一条也没回，他肯定以为你没原谅他。哎，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啊？我不原谅他，他不是应该努力求得我的原谅吗？他倒好了，消失了。但是我觉得你要适可而止。哟，吴老师回来了。老吴，哪儿去了？去哪儿玩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到家了，你爸在我这儿呢，昨晚喝断片了。啊？你等会儿我马上过去。你怎么不拦着他点儿啊？行了行了，你说你这么借酒消愁，是不是除了老爷子的事儿，里边还有林小欧的事儿啊？就是叶子那大嘴巴说的吧？这真不是叶子说的，人家林小欧找我这儿来了，一直问你跟费雯丽到底怎么回事。不是你俩闹别扭那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没摆平呢？我前两天不是飞澳洲那航线吗？完了就一直忙，也没来得及顾得上，去跟他表示。我这两天一直给他早一个微信，晚一个微信，我一直给他发微信。我发微信，我连表情都用上了，我还用那种特别萌的表情，你知道，特别乖，特别可爱，他都不理我。不是你犯的事儿，你就发个微信就完了吗？你得主动一点儿，知道吗？你主动一点，实际行动。实际行动什么实际行动？两个人在一起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，有信任之后才能有下面所有的事情，信任是基础。不对，我告诉你，我得给你好好上上课，真的。男人和女人，你知道吗？来自不同的星球。你是来自星星的你，他是地球人，知道吗？这种都不可调和的，真的。你要么你对女孩你就放下钱包，要么你放下身段，有舍才能有得。你说你根本你对这种复杂的生物你都根本就不了解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一个3无的，你一个老青年老 boy， 你凭什么对一个那种这风华正茂的大姑娘，是吧？十分主动点，实际行动。十分，真是，你看你空窗这么多年，你跟叶子谈恋爱了，真是一朝谈恋爱胜读10年书。你刚才那话说的让我如沐春风，
弹全都是文采，是不是？特别厉害。哎，我不仅弹的，我虽然弹的少，但是我弹得好，态度决定一切，都往心里记着点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跟女人讲道理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一个拥抱全都解决了，一个不行就2个拥抱，怼墙上壁咚就抱，哎，抱抱！哎，行，这恶心人都。赶紧，别吐我地毯上。哎呀！啊，来了。老吴呢？吐呢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在床上。真的吗？厕所啊？怎么着？他醉了是吧？啊。我提前跟你透露一下，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怎么了？给小姑娘？没，哪儿跟哪儿啊？我把那个老爷子事儿跟他挑明了，我把他身份给暴露出去了。啊，知道了，他也知道了。那不去老街小馆找老爷子，老爷子没见他，给他摁外头了。摁外头了？没见他呗。完，那他肯定得喝多了呀。行，我看看他去吧。厕所啊，不是床上。跟我们小老师闹矛盾了？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跟他闹矛盾，你怎么能放松警惕呢？你这不是给人前男友机会，让人趁虚而入吗？别一来就咋咋呼呼的啊！不是你到底跟他怎么了？人前男友都从国外回来了，那一身小西装穿的，戴个小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也挺帅气的。怎么回事？你跟人比得过吗？什么叫斯斯文文的？斯斯文文的就帅气。你有这点精力就放在学习上面，你不懂审美，你差远了。嚯！一喝酒变成哲学家了。那我今天给你讲讲，我给你上一课。男的什么最重要？你看那都不对，男的得穿的得特别，你看得特别板正。这衣服，你爸我虽然这不是什么名牌，但是男的得穿的特别有样子，而且身材，你看我这身材多好，这叫审美。第一，你这衣服啊现在不板正，然后第二呢，你身材也不咋地。你看你这肚子，你看你这肚子。我跟你说，人家你要跟人比讲究，人家不比你差，知道吗？你别说了，我今天在机场见着他那前男友，我见过，行不行啊？你家里来贼了。哎呦，不是你都见过人家了，你怎么还能让人捷足先登呢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心也够大的。算了，他喝多，我不跟他说，不跟他计。哎，不是，你确定你今天在学校看见那人是林小欧前夫吗？前男友？什么前夫？啊，前男友吗？那肯定是啊。那个前男友不是那个什么留学生吗？那人一看就是一个海归，而且他跟我这个小欧老师情况也非比寻常。长得怎么样？跟你爸比，长相我觉得还可以吧，这整个气质就挺绅士，挺 gentle， 有范儿。范儿啊！那林小欧的前夫不是前男友，我记着是叶子他哥呀，那是我未来大舅哥啊。没错啊，你未来大舅哥不错，那人也挺随和的，挺有福。那你说这我未来大舅哥在这儿，我这以后我是帮亲呢还是帮理啊？他也没什么理，反正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呢你要谈恋爱，知道吗？你来找我。想喝酒了你也来找我，遇到男女之间的问题你也来找我，我教你两招，千万别听你爸的。
那遇上你说的那种情况呢？啊，那得找你爸，这事儿你们俩一家人。找他能行吗？他谈恋爱都是我教他的。哎，要你说哥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办？就是前任还追回来了，怎么办呀？我教你两招啊，看你，你要时刻记住，知道吗？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两个星球啊，这是来自星星的他，女的都是地球人。来，你看我教你两招。叶大小姐，你手机是没电啦？史飞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？喂，史飞啊，你找叶子吧，你等着，我去帮你找他。哎，那个我不找叶子，我找你啊！我跟你汇报一个情况，是这样的。深夜了，我知道不应该打扰你，那个你过来一趟吧，啊，那什么老吴在我这儿呢。就是因为你们俩的事儿，喝多了，然后呢，哎呀，然后呢就抱着我说了好多，就是对于你的一些知心的话，痛哭流涕，挺动感情的。然后呢，我也不想看你俩这种结果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，啊！他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了，你把他扔到大街上去吧。不是你，哎，喂。说这么多，把自己都快感动哭了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不是那个，哎呀，就没发挥好，喝的有点多了。你别找理由，有用吗？哎，迷糊了，哎呀，上头有点，这没，哎呀，迷糊。我好像听见你在叫我呀。史飞打来的，但不是找你，是他想当和事佬。老吴喝醉了，在他家，他让我去接他。那你还躺在这干什么？赶紧换衣服去啊！干嘛呀？我在家里躺在沙发上逛逛街多好啊！哎呀，老吴在你心中的地位还不如魏品慧，太可怜了。代驾还要收钱呢，我凭什么义务送上门啊？他从澳洲回来，不第一时间来找我。反而跑去史飞家喝个烂醉，再假借他人之手打给我，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他。那我应该提醒他做一点事情，把你这里的，收藏夹、购物车里的东西都结清了，怎么样？我们都是成年人，这样会不会太幼稚了？既然我们都是成年人，你就不应该赌气，你也应该成熟一点，主动的向他靠近一点。这不是成不成熟的问题。他对我连一点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我在他家楼下等了一整夜，就等到他从别的女人家回来。是个女人都得生气吧？他倒好了，一急就说什么哄我就是低三下四的事，自己任性，还要求我要大度，然后呢要自尊自立，又要十全十美。可是爱不是互相的吗？我是喜欢他，也想这么一直喜欢下去，可他不能因为这样就苛求我呀。你这么一说啊，老吴确实有一点不体贴，也不懂得怎么招呼人。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你要想清楚，他这是性格问题，不是一天两天就好了的。但是如果要相处一辈子的话，你能受得了吗？那我也不能忍你哥。那你能忍我？还可以。行不行啊？要不然在这儿对付就得了。小安，明天带他负荆请罪去啊，去学校。哎，完了，这下真完了。你好好走。哎呀，你背着点你爸，大小伙子背着点。啊！这酒量怎么这？哎呀！哎呦！也有他自己的难处。
吧，走吧。上班去了。我也上班去了。好，注意安全哦。哎，刚刚好，还担心你会走呢。谁约你来的？啊，你还记得这个牛角包吗？他们现在开到上海来了，比之前在美国的还火。我排了将近1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的。我不吃，你自己吃吧。哎，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以前是，但现在不是了。对，人的口味会变，可是曾经的挚爱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忘记吧？不过是一个牛角包而已，谈不上什么挚爱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一闻到这个味道，就会想起咱们读书的时候。别费心思了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没有后悔药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我要去工作了。那你慢点，我把这个放在家里啊。给我就行了。你呢？别想，1次2次的早餐就能挽回小欧的心。小欧住在哪个房间？干嘛呀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别进去，小欧会生气的。我去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别看，你送给小欧那些东西，他早就扔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熟悉，好像我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一样。哼，挺好吃啊。这个椅子有问题啊！哎，你知道哪有卖椅子的吗？我去给他买一个保护腰椎的，这个不好。我椅子还没他这好，你咋不说给我买？你用不用天天坐在桌子前面改作业？他很辛苦的，好吧？我天天看资料，好吧？行，给你买啊！不用了，买完我都没法跟小欧说。你不告诉他不就完了？他傻呀，他自己猜不出来呀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可你早干什么去了？都说吃人家的嘴短，你嘴短那么长。啊无聊。啊！真牛！啊！哎呦，你怎么放这么多呀？啊？这糖啊，别放这么多，就是提鲜。你放这么多的话，这菜没法吃了，它就咸了。你别看它是糖。哎，老板，今天这个菜啊，有点夹生，还有点咸。哦，是吗？下次注意啊。哎呦，怎么烧的？太不像话了，不好意思，有点事儿。下次注意就行了。退吧？对，应该退。不好吃，一看你们都没动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少吃一样菜，抱歉了啊，抱歉。没事。走吧，慢一点走啊，慢走再来啊。我说你干嘛呀？这10来块钱你多是，哎呀，你真是，咱在乎这点钱呀？来，给。啊？怎么了？客人说太咸了，还加生。行，我再给炒一个吧。不用，钱我都退给人家了。啊？就这么一桌，还让你闺女弄走了。哎妈，你这事儿也怪我呀！我是费多大劲炒出这盘土豆丝的。再说这客人也真逗，他看咱家店这样，他就不应该进来；他进来，他就应该闭着嘴凑合着吃。哎，这是什么态度？哎，你这水平还没长，这态度见长，是不是？蕾蕾呀，这菜的咸淡掌握呀，是一个厨师的高深的本领。你也别着急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。你呀，慢慢体会。先呢，找到这手上的准头。你看啊，你看，走你，哎，这就够了。你呼嚓一下子，那哪儿是？哎，行了吧，你也甭教了。我跟您说啊，我就不是做饭的料。
就这些什么油盐酱醋来，我对他们无感。您跟我说的我全都记不住，这做饭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，我不做了。哎，来了，你，哎，爸，老李没事吧？爸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气你爸？行，懂事呢。没事了啊，我继续做。我继续找。他改啊。我继续找。来坐这儿吧，不着急啊，给他点时间。哎，你不也不是一天就成大厨了吧？是不是啊？这口味啊下降的太严重了，咱们对不起客人。你赶紧下去帮帮他们。不管怎么着啊，咱们这小店可不能关门啊。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，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，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，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，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